我是不婚主义者，以后的巨额遗产都打算留给侄子。拿到体检报告那天，我试探性问侄子，如果姑姑得癌症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侄子大笑欢呼，耶，那我岂不是就能花很多钱了？这是家里人很快就知道了。嫂子闹离婚，说我花钱治疗，就是花他的钱，换作是他就一头撞死。我哥劝我认命，癌症治不好。我妈劝我男友跟我分手，他的钱都是我儿子的。我心寒了，幸好得癌症的是嫂子，不是我。抱歉，打报告的时候我们输错了信息，把你和于红霞的体检报告搞错了，你只是有一点小结节，给癌症的是于红霞，不积极治疗的话，也就几个月了。听到医生这样说，我并没有松一口气，看了一眼门外一无所知，还蹦跶着玩奥特曼的侄子，他年纪还小，要是没了妈妈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回去路上，侄子吵着要去逛超市，不想回家，犹豫再三，我决定先迂回的问侄子，鹏鹏，如果姑姑的癌症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我只是想试探一下他的反应，已经做好了他被吓哭的准备，没想到他一下就兴奋了，拍手大笑，耶，那我岂不是就能花很多钱了？大脑嗡的一声，一下就炸了。我是不婚主义者，创业时赶在风口上赚了不少钱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把侄子当亲儿子对待，侄子同样也很依赖我，就连我100年后的遗产，都是打算全都留给侄子。但是想是这样想，我从未在哥嫂面前明说过。我强忍怒气，扶着他的肩膀问他，你为什么会这样想？侄子信誓旦旦，我妈说了，你又不结婚，不生孩子的，赖在我家，你的财产本来就该是我的，你早点死了，我就能早点拿到。一个7岁的孩子，能把世俗之事说得如此露骨，背后必定是嫂子耳濡目染，根深蒂固。我自问这些年来，待哥嫂不薄，说到赖在这个家，我更是火冒三丈。明明是他们像个寄生虫一样，强行赖在我家才对。我哥周成无业游民，嫂子于红霞家庭主妇，结婚多年，带着我妈一起窝在乡下破烂的自建房里。我辛苦创业打拼，终于买下一套大平层，他们以借住的名义，一住就是几年，家里日常的开销基本都是我买单。侄子出生后，他的奶粉、纸尿裤、上学兴趣班，哪个不是我买的？就算闲到打麻将，他们都不愿意照看侄子，全扔给我照顾。这一照顾就是6、7年，一点不比亲妈差。我一再退让，就是希望这个家里和和美美的。我甚至都想过，就算拿出全部积蓄，也要给嫂子治病，哪怕治不好，也能多活一些时日。现在看来，我不过就是用金钱喂撑了一群白眼狼罢了。侄子捅了捅我，指着货架上几千块的玩具，一副小皇帝的架势。姑姑，我要这个，你快点给我买，不然我就要哭喽。换做以前，我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而如今，我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小畜生，找你妈去。后果就是小皇帝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，我没理会，满脑子都在想如何把嫂子还正这件事告诉他们。这么纠结着，妈妈突然打来电话，不得了吗？你嫂子闹聊离婚，你快回来一趟。话音刚落，电话那边传来嫂子尖锐的吼叫，伴随东西碎裂的声音，这不机会就上赶着来了。一推开家门，我心疼坏了，只见家里满屋狼藉，能拿得动的东西基本都被嫂子砸了。真他们不是他的东西不心疼，就连我高价买来的收藏品也未能幸免。哥哥坐在沙发上，还在哄哭的一抽一抽的嫂子，跟哄宝宝似的。我正要发火，妈妈上前一把拉住我，拿两关切的问我，圆圆，你是不是得病了？我有些忙，小姐姐应该也算病吧？是让我回答道。我妈的脸色立下就阴沉了下来，刚才的关切一扫而空。那你打算治吗？我妈又继续问，有些紧张我的回答。沙发上的哥嫂同时回过头来，死死盯着我的反应。我不明白，我妈为什么这么问？小姐姐这么好治，为什么不治呢？治啊，怎么不治？话音刚落，嫂子突然抄起茶几上的花瓶，猛地朝我砸过来，我躲避不及，脚下花瓶的碎片崩裂一地，其中几块飞起，划过我的小腿，鲜血山石就流了出来，我痛得龇牙。然而并没有人来关心我的伤势，我妈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，看我就好像看到了什么大麻烦。嫂子狭小的眼缝一挤，又开始哭，我就知道，要不是我儿子偷偷跟我说了，我们全家都被这个吸血鬼害惨了。侄子说什么？难道是体检报告的事？果然，嫂子碰的白一张体检报告单摔在茶几上，委屈极了。圆圆啊，不是嫂子不让你治，而是癌症根本治不好，就是白浪费钱。说句良心话，你的钱本来就是咱家的，等花了都是我的钱啊。我告诉你，嫂子善良不代表嫂子好欺负，你要是敢治，我就跟你哥离婚。不是，这是喝了几两家酒啊，大白天就开始撒酒疯，我人还活着，我的财产就已经被分配好了。只见我哥也跟他唉声叹气，圆圆，你的癌症治不好的。坐在地台上的植物闻言，将手中的玩具往地上一摔，小跑着过来问我，姑姑你什么时候死啊？我想要很多很多的新玩具，感情这群人都以为是我得了癌症，全都劝我放弃治疗，真是没遇到事，都不知道谁是人，谁是鬼。我强忍心中怒气，很认真地问嫂子，嫂子，我自认为对这个家挺好的吧，换作是你得了癌症，你会治吗？嫂子头发一甩，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，但凡有点良心的人都不会治，得病了，干嘛还拖累家人？那是自私自利。换作是我得了癌症，我一头撞死，或者直接买瓶农药，喝了医疗白了，不说了，不受罪也不拖累家人。说完，他手往桌子底下一套，竟然真的掏出了一瓶农药。圆圆，你把这瓶药喝了，嫂子就信你，真的为了这个家好。到时候我们给你收拾，后事保证给你办得风风光光的。你们年轻人不是都追求浪漫吗？到时候把你的骨灰直接往海里一撒，别提多浪漫啊。他越说越来劲，脸上的笑意压制不住。你看嫂子给你想的多周全，到时候给你多烧点别墅豪车什么的，再给你烧几个男人，我们活着的人都没你这么享福。人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一下。
那反正人早晚都会死，我提前给你安排上拜，我直接兑回去，这还没得癌症呢，荣耀都给我买好了，连骨灰都想给我养了。嫂子转笑为怒，狠狠瞪着我是为你好，你一个没良心的，你人是挺好，自己有病还要给别人开药方你。不过他能当面说出这话，想必也不止他一个人这么想，我没再管他，他像一旁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哥哥，你说呢？我哥有些心虚的低下头，说出来的话却是彻骨的寒冷，你嫂子说的其实也有道理，好，这就是我全心全意对待的好哥哥。我又看向我妈，妈，你也这样想吗？我妈连忙摇头，妈肯定是希望你好好的呀，可是她话音又一转，但是妈年纪大了，也帮不上你什么忙，反正你已经的癌症了，等于已经宣判的死刑，可你哥还年轻了，他的未来不能毁在你手上。说到底，我妈只爱我哥，平时多看我一眼，也是因为我哥能从我这得到好处，如今一个乌龙，竟然让家人都盼着我赶紧死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彻底死心，不再对他们抱有希望。我淡淡道，放心吧，你们死我都不会死，我还得活着花完自己的钱，好好享福呢。嫂子冷笑一声，那可由不得你。对了，你得的什么癌症？我姑且就顺着他的话说，宫颈癌。嫂子立马一副十分嫌弃的嘴脸，腾离我10丈远。人家都说宫颈癌都是滥交的人才得的，啧，有些人嘴上说着不婚不育，一副假清高的模样，原来私底下玩的比谁都花不是。有些人坏起来怎么连癌症都要造谣啊？当时他跟我这一拉开距离，那股若有若无的恶臭一下就消失了，我不由得皱鼻子。嫂子见状跟抽风了一样，原地暴跳如雷。咒元，你什么表情？你最好离我们远点，不，你赶紧滚出这家，我都怕你给我们传染的脏病。说完，他抄起一瓶消毒酒精就往我脸上喷，浓烈的刺鼻味道，我呛了我只咳嗽，我一把推开他，这是我家，该滚的人是你。谁知道他反倒笑得理所当然，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吗？你哥才是这个家的主人，以前是我们心善，才让你住了那么久，没让你给房租，已经算好心的了。我刚想说话，他又打断，我知道你又要说房子是你买的，我看你是一点都不懂，从老祖宗开始，家产都是留给男人的，就算是你买的，你一个人外人，不过是个留宿的过客吧，更何况你还坏，快死了。我默默记下他的这些话，毕竟到最后都是要还他头上的。嫂子原地转了一圈，仍觉得不够，不对，搬走还不行，现在你就得把资产给我们交代清楚，全都过户给我们，还有你的公司也赶紧转给你哥，不然到时候你的后事无人操办，你再求我们就晚了。我一字一句表达我的敬意，你真是屁眼嗑瓜子，咋张的口？哥哥一拍桌子，周圆圆，你有没有教养？跟你嫂子说话注意点。再说，你嫂子说有毛病吗？我妈背过身，一副默许我嫂子行为的态度。好，这是打算鸠占鹊巢，杀鸡取卵的事吗？蚂蟥一旦扒身上，强行扯下来必定是要见血的，但眼前他们人多，形势对我不利，我必须要想办法彻底摆脱这群吸血鬼。我双手一摊，一副无奈的模样，既然你们都觉得我累赘，我有个折中的办法。嫂子和哥哥对视一眼，眼冒金光，什么办法？快说。我结婚和你们分家，从此在乌瓜阁他们很早就知道我是不婚主义者，为此嫂子闹过不少次，她说我是吸血鬼，指责女人嫁不出去就是烂货，可自从我有钱了之后，她就再也不提催婚的时候了，反倒有意无意的给我灌输不婚就是好的思想，男人不靠谱，人家不都说了，婚姻就是坟墓。你嫂子我都后悔结婚了，要不是有你侄子，我早离了。结婚就是浪费你的青春，男人说不定还贪图你的钱财，到时候你什么都不剩，还被男人抛弃。聪明人早就不结婚了。我耳濡目染，于是就更加恐婚了。现在想来，贪图我钱财的是他才对，刚才还淡定的，我妈一下就慌了，连帮问我你有没有男朋友？简打门字的婚，你可别赌气，随便找个男人嫁了。我挑眉，我嫁了好几年了，原本想着又不结婚的，就没打算给你们说，现在好了，正好解决了你们的心事，叫人家不嫌弃我吧。我和沈芝是大学认识的，沈芝是个富二代，家境优渥，185块腹肌，18厘米大帅哥。在一起之前，我明说了自己不会结婚，他表示不介意，那不结婚也不耽误咱们享受，帅哥大好青春啊。这一谈就是好几年，感情一直稳定。以前我总觉得家人才是最好的依靠，现在看来，再不想办法，估计就得上演家庭版消失的谈。我妈2只眼睛来回转着，恍然大悟，是不是经常送你到楼下的那个？嫂子急了，脱眉心子碰了我一脸，你凭什么结婚？你想把等该属于我们的钱都给外人是不是？周圆圆，你好恶毒的心眼啊，你怎么不现在就死了？马德，有些人真是给脸不要脸。我撸起袖子，刚准备开干，哥哥拉着嫂子就往一边扯，一边使眼色，3个人凑到一块一阵嘀咕，中间哥哥好像说了什么，成功说服了嫂子。嫂子回头白了我一眼，气哼哼往卧室去了。妈妈陪笑着上前一把拉着我的手，圆圆啊，你嫂子就是个急脾气，人不坏，你别介意，只要你和男朋友感情好，让我们面为一家。哥哥一改刚才恶劣的态度，笑意盈盈，是啊，刚才也说我们太急，怕你被坏男人骗了，结婚的是不能急，父母见面订婚拍婚纱照，结婚怎么也得给1年半载的，慢慢来，我们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。这话表面听得没毛病，吸气品来全是坏屁。我扯着嘴角似笑非笑，确实我公司还有事，我就先回去上班了。刚走下楼我就打开了手机监控软件，其实家里一直都有安装监控的，只不过从来没用过，他们也不知道。刚打开摄像头，只见那群人果然又聚在了客厅，哥哥坐在中间，一通理性分析，你们逼他没有用，到时候逆反心理，咱们反倒失去主动权了。癌症的人最缺什么？时间。嫂子恍然大悟，一拍大腿，对哦，
他可没多少活头了，我时间可以有的是他转头适应我妈。妈，你把户口本藏好，这段时间咱们别让他去医院，也尽量别提医院的事，慢慢拖死他。刚说完，他突然眉头紧锁，痛苦的捂着肚子。哥哥连忙关切的问他，要不去医院看看吧，你老肚子痛。嫂子瞪了哥哥一眼，你个蠢货，刚跟你说不要去医院呢，不长脑子的东西，我不会吃坏肚子而已。宫颈来晚，3期，时不时就会腹痛如绞。好啊，那就拖吧。就是不知道到时候先拖死的人是谁。我死盯着屏幕上的我妈，她没有反应，反倒满面愁容。我不放心，她又接连打几个电话，各种打听沈芝的联系方式，没想到还真的被她问着了。我瞬间紧张了起来，她到底想干什么？酝酿了一番情绪之后，我妈泪眼婆娑的打通了沈芝的电话。是沈芝吗？我是圆圆的妈妈。她带着十足的哭腔，仿佛经历了很剧烈的思想斗争。沈芝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但阿姨不想像圆圆那样骗你，阿姨受不了良心谴责。其实圆圆得了癌症，已经活不了几个月了。隔着屏幕我都闻到了浓浓的茶香，这就是我妈，那个嘴上说一心为我考虑的妈。嫂子怕我妈说不到重点，一把抢过手机，圆圆她还得的是宫颈癌，指不定是在外乱搞，被谁传染的。你一个好好的大小伙子，可别被传染上脏病。得不偿失，我妈跟着一唱一和，阿姨心善，你现在跟她分手，阿姨不怪你，毕竟是圆圆先得的病，她不守妇道，是她有错在先。我气得呀呀的咯咯响。曾几何时，我忐忑地跟妈妈讲明自己不婚的想法，原本以为会迎来一顿臭骂，没想到妈妈却意外的十分支持我。我原以为是她开明，原来只想把我培养成我哥的血包罢了，甚至不惜造我的谣，也要拆散我和沈芝。电话那头，沈芝不知道说什么，妈妈笑应都挂了电话，得意洋洋地说，这婚啊，他结不成了。嫂子笑得花枝荡漾，那岂不是他的财产，都是我们的了，想得美。没一会，沈芝的电话就打来了，语气十分沉重，约个时间见一面吧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这是也要抛弃我了吗？想来像沈芝那种家庭背景，恐怕也不会允许他娶一个身患癌症的女人吧。一见面的地点选在了我们经常约会的咖啡厅一样的位置，如今气氛完全就不同了。犹豫再三，我刚准备说分手，沈芝突然将一张银行卡塞进我手里。我信你得了癌症，但我不信那些人对你的诋毁。我生气的是你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，这里是500万，你先拿着用。我给你联系了美国最好的癌症专家，就算倾家荡产也给你治好了。不是，事情怎么和我预想的不一样？这小子真是纯爱啊！我刚想说他家人应该也不会同意，对面就实然坐下来一个贵妇人，妇人面容和沈芝几分相似，把手中的大包往桌子上一放，哐当作响。我是沈芝的妈妈，你就是周圆圆是吧？说话间都带着压迫性气势。我弱弱地点了点头。最近公司资金周转不开，这里是我全部的积蓄和首饰，你拿去卖了，也有个几千万，全拿去看病吧，别有心理压力，就当出去旅游一次了。沈妈妈的反应才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我问她，难道不怕人财两空吗？她拨了拨刘海，姿态傲娇，几千万而已，洒洒水，至少努力过，不留遗憾了是不是？本来说要结婚，只是为了吓吓我家人，没想到因祸得福，反倒患难见真情了。心中感动万分的同时，我给他们讲清了事情的原委。刚才还潇洒了很多沈妈妈，这回又忙着把包里的首饰一一往身上套，如数家珍。沈芝扑哧一笑，凑近我耳边，这些首饰好多都是我爸送的，他宝贝着呢，一听要给你治病，这才忍痛割爱我一路道谢，送走了沈妈妈。见我还是一脸愁容，沈芝揉了揉我的头发，怎么了？没有癌症还不开心啊？我喝了一口咖啡，如今看清了这群人的真面目，我必须和他们彻底劈清关系，但对付这群无赖，谈何容易？沈芝自告奋勇帮得上忙的地方，尽管使唤我，我灵机一动，你有没有那种一看就杀过人的朋友？沈芝还真有不少，我立马把他们手上的副卡全都停了，房子也挂上了二手房平台，好戏即将登场了。送我回公司的路上，沈芝的车突然出了点小故障，没办法，只能先开去 4S 店维修。正逢午饭时间，我们跟着也蹭了个午饭，路过销售区时，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，是嫂子于红霞，可她身旁的人却不是我哥。嫂子带着陌生男人连连试驾了好几辆新车，眼神中都是讨好。我也不含糊，连忙打开了手机摄像筒，男人坐在车内爱不释手，嫂子就依偎在那男人的怀里，一副娇俏模样。你喜欢哪个，我给你买哪个，反正是我那个傻逼小姑子买单。而且他已经到癌症了，活不了多久了，到时候他的遗产都是鹏鹏的。男人深深叹了口气，可惜啊，咱们还是得偷偷摸摸的。嫂子眼中闪过一丝邪恶，笑道急什么？我给周成买了巨额保险，到时候只要制造一场意外，咱们又能拿到一大笔赔偿款，不是更好？我紧紧捂住嘴，尽量不让自己发出惊呼声。嫂子抱着男人摇来晃去，男人也笑着去刮她的鼻梁。咱俩的儿子都叫周成爸爸那么多年了，是该认祖归宗吗？鹏鹏不是哥哥的亲生儿子。猛料一个接一个的来，此刻的我像极了吃瓜群众，我戴着口罩，一路跟在二人身边，目睹他俩避开销售，选了个平放偏僻的车辆，就这样当众玩起了 play。我躲在角落，正好录下了整个过程。完事之后，嫂子突然弯腰捂着肚子，表情扭曲，男人立马问她肚子痛吗？嫂子娇娇的吹了男人一下，都怪你，也不知道温柔点，都出血了，肯定痛了。而且我总算是知道他的病是从哪来的了，背着我哥乱搞，不得病才怪。我满意的将视频上传云端，有了这些猛料，到时候可好玩的多了。没多久，我就接到了嫂子的电话，刚接通，那边便传来重打，嘴里都是污言秽语，
大意就是怪我停了副卡，导致他买不了东西，害他丢人了，理所当然的觉得我就该给他花钱，最好双手奉上。我连忙安抚他，嫂子急什么？等我忙完这阵，我回家好好跟你赔礼道歉，我的良好态度让他误以为我被现实毒打，彻底屈服于他了，这才对嘛。但是为了惩罚你任性，你必须赔给我50万，不然我是不会消气的。50万正好够他买辆新车，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，等着生脸过来接吧。我学了个好日子，带着沈志去见我爸妈。出发前，我叮嘱他，你要演混蛋，要多混蛋，有多混蛋的那种。他急得直挠头，我一个文明人，怎么演混蛋嘛？你收着点演就行。在我妈面前，我一副恋爱脑晚期的模样，各种诉说我如何爱惨了沈志。沈志家里可有钱了，本来还打算把癌症瞒着，从他要个800万彩礼的，不知道他从哪里得知了，我得了癌症，只能不要彩礼嫁给他了。不过他能愿意娶我，我已经感恩戴德了。沈志连连称是，一看就是好难捏的样子。我妈气得差点就扇自己几个大嘴巴子，为什么自作聪明多那个嘴？嫂子瞪着我妈，要不是我们都在，估计都给掐起来。眼见怎么说我都要嫁，嫂子突然拿出一张协议，甩在我面前，嫁可以，但你必须签下协议，就算你结了婚，你的财产也必须留给你侄子，你1分都不许带走。憋了这几天，原来就憋了这么一个屁。我憋了一眼沈之，心动暗担心他怒气，乃至他掏出一把刀就砸在茶几上，做你的春秋白日梦。我娶周圆圆一个癌症患者，我都吃多大亏了，彩礼1分钱没有，他的钱也必须都带到我家，你们谁敢花他1分钱，我给他手剁了。眼见刚才斯文的男人突然就跟土匪上身一样，嫂子愣了半天，觉得沈之不好惹，又转而来责备我，周圆圆，你个天打雷劈的，你之前想把遗产留给我儿子，不就是想让我儿子给你养老送终吗？现在你患癌了，反正后悔了，怎么不降下？你到雷劈死你呢？有时候我真的不理解他的脑回路，跟马桶堵塞一样。我有钱，等快死的时候，多好的送终团队请不来，我何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一心盼着自己死的侄子身上？怎么，他摔了一下盆，我能复活是咋的？见我如此固执，我妈又打起了感情牌，哭着往我身上一趴，圆圆啊，你哥嫂都是你家人啊，我是你亲妈呀，你就这样欺我们吗？早知道你变成这样，我还不如死了，早点就陪你爸算了。又来这招，我无语的刚准备闭上眼睛，旁边的沈志一个重推，差点跟我妈烫飞出去，你个老登，差点忘了你。俗话说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周圆圆竟然嫁到我家，那我妈才是他妈，你养老你找自己儿子去，别想赖在我们身上，小心我连你一起躲。我连点头，眼神崇拜不已。沈之说的对，毕竟嫂子说过，哥哥才是家里的主人，我一个人外人，不好插手养老的事。对了，眼看我也要结婚了，这房子我已经卖了，你们赶紧收拾收拾搬走吧，如今哪招都不好使。嫂子大屁股往地上一坐，就开始撒泼。好，你这样玩是吧？今天我就赖在这里不走了，这房子我要住到死，我看你拿我怎么办？这情况也是我提前预料到的。喷！大门被人一脚踹开，7、8个5大3粗汉子一拥而进，个个凶神恶煞，跟刚背的几条人命似的。就你痛不叫周圆圆啊？怎么回事？说好的金钱交易，怎么还没搬走？你别不是反悔了？小心我真是你这社会模样，要不是人是我请来的，我都得吓得腿直多数。我连忙陪笑道，大哥别生气，这不是还有人舍不得走吗？7、8个壮汉同时向嫂子看去，纷纷撸起袖子，他们还没老子解决不了的东西，你同时想被糊进墙里呀？你们别过来，我报警喽！嫂子连连后退，突然又疼得捂住了肚子。门外我哥带着侄子刚好回家，目睹了屋内的一切，眼见自己老婆被欺负了，他大叫一声冲进屋，然后就被壮汉按在地上摩擦，个个连连求饶大哥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我妈一边去扒壮汉的手，一边撒泼，杀人了，警察快来啊！那些人比他们先一步报警，警察同志，这里有人强占民宅，快来把他们抓走！侄子手里拿着奥特曼，冲过来要打我，你为什么不现在就死？一个坏女人被沈之一脚踹翻在地，牢牢直哭，我双手还臂，冷笑着看向他们，我身体健健康康的，为什么要死？嗓子捂着肚子，额头冷汗直冒，还有揶揄我，还装呢？那是医生把你和我的报告单打反了呀，我连妇科病都没有，哪来的共警来？嫂子难受的捂着肚子，你别想唬我，你再揍我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要是不信，你可以登录医院的公众号查询，上面的报告信息才是对的。事到如今，我不信他没有半分疑虑，带着疑问，嫂子拿起了手机，等结果显示出来后，她握着手机的手开始颤抖，最后整个人瘫倒在地，朝着哥哥大吼，快带我去医院，我要住院，我不想死，我简直要笑死了。嫂子，我还是喜欢你，只要不训的时候有良心就不会治的样子。待他良心被狗吃了吧？最后在警察的协助下，他们被连人带行李的扔了出去。当然卖房子只是走过场，最后取消交易，房子还是我的，摆脱了烂人烂事，我连事业都顺利多了，整队人神清气爽。期间哥哥和嫂子没少骚扰我，每天一睁开眼就能看见他们在亲戚群造我的新谣。你们谁劝劝圆圆，她在外和各种男人私会也就算了，居然还受了渣男的挑拨，连亲人都不认了，跟猪油蒙心了一样。她能挣钱不还是靠出卖身体的吗？不然她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开那么大一个公司，我们帮她守住家财，反倒一点好的不落，这还有天理吗？亲戚们就是有忙帮不上，有乱必定横插两脚，毕竟嫌你穷怕你富的，好不容易找到嘲讽你的机会，最后连一些不怎么来往的亲戚都来私信我，爹位说教十足，圆圆叔也是为你好，作为你二叔，我得劝你一句，这是你得听我们过来人的，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。那血浓于水，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，
最后你肯定会后悔的，给你哥道个歉。我全程就只有一句话，这么关心我哥哥嫂子啊，我嫂子还挣您帮撤了多少钱，往往他们就没有下一句了，开始装死，为了清静所有的家族。就在我以为这是告别人的事，到一段落时，突然带着嫂子跪在我公司的楼下，手上还拿着海，哥哥周成贵求见妹妹周渊源。我知道我很怕，但没必要给我一海报上，还是身份证实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等于故意逼我现身。和当时的我出的这我癌症就劝我放弃不同，当得知癌症的是嫂子时，所以我认为很多的第一反应就是新加坡传言说不伤心是假的，被抓到有人已经发视频到同城了，他们叫我上来，我愿意见他们。哥哥嫂子嬉笑颜开，我就知道圆圆心善，不可能不管我们的，我当然管，而且我是送温暖来了。我默默将嫂子送我的那瓶农药往桌子上一放，我现在觉得嫂子当时说的特别对，她要是得癌症了，想农药一喝，医疗百疗不受罪，到时候墓地都不用买，往臭水沟一撒，美的很。哥哥惨淡一笑，十分尴尬，圆圆你就别挖苦我们了，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你拿出100万来给你嫂子治病好吗？我冷冷道，没钱一直不敢插嘴的嫂子连忙说道，你不是房子刚卖了500万吗？我们不要多的，就把买房钱全给我们就行了，保证再不打扰。怎么癌细胞还有加厚脸皮的副作用呢？100万都要不来，还要500万呢？我刚准备开炮，门外又进来2人，嫂子喜笑颜开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也是来为我借钱的是吗？我妈没看嫂子一眼，忙着向我招手，将我扯到角落后，我妈悄声说，别给你嫂子钱治病，反正也是浪费钱，妈想好了，以后你就管好我和你侄子就成，将来让你侄子给你养老送终。一旁小侄子不乐意了，我就不，她是个坏女人。我妈推扫小侄子一把，用威胁的眼神瞪着他，你妈要是治病，你以后就没有钱买玩具，买好吃的了。回办公室时，妈和侄子都兴高采烈的，嫂子搓了搓手，满是期待，借到多少了？有多余的钱给我充美容卡吗？侄子扬着头，一副嫌弃的模样，反正你又治不好，你要是治病，就是花冤枉钱，我就少吃很多零食，少买很多玩具回旋镖，总是来得如此及时。嫂子的表情凝固在脸上，不可置信的看着侄子，你说什么？你个白眼狼，反正你已经没什么用了，我有姑姑就好了。嫂子喘着粗气，红着眼看向我，她的淡手指着妈妈，别看我，我妈教的，你个老不死的，我弄死你。现场一片混乱，最后是保安拖着才把他们拉出了公司。我妈全脸挂彩，原本就不多的头发扯掉一大片，嫂子气急攻心，直接被送进了医院。哥哥将亲戚们借了一个遍，吃尽了人情冷暖的苦头。既然如此，是时候给他最后的当头棒喝了。得知嫂子好转，我提了一堆烂水果去病房看望她。嫂子躺在病床上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，眼眶青紫，一见到我，她就破防大骂，贱女人，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？你给我滚，等我好了，我一定弄死你，一个白眼狼，滚就滚。滚的时候，我故意落下手机，然后躲在暗处观察我哥的反应。果然我哥上套了，他第一反应就是拿起我的手机，看能不能转出来钱。然而翻着翻着，他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，一张脸由红豆子最后变得傻白，因为我把之前云端的视频放在了最显眼的地方，并备注上犹豫是否应该告诉哥哥的真相，里面正是嫂子在 SLS 店出轨的全过程，不打马拉眼睛的那种。病床上的嫂子毫不知情，还在大声嚷嚷，周成，我要吃榴莲，你快去给我买，快点别墨迹。哥哥默不吭声收起手机，顾自走了出去。回来的时候手上没有榴莲，倒是多了一瓶什么东西。见哥哥没有带着榴莲回来，向来被宠得没边的嫂子当即大发雷霆，连个榴莲都买不来，要你有什么用？你摆着那张死脸干嘛？你该不会是舍不得钱吧？周成，我为你生儿育女，你花钱给我治病，那是理所应当的，别搞得像我欠你似的，一副死人相。他不说生儿育女还好，一说这个，我哥立马就炸了，抡起一巴掌扇在嫂子脸上，破口大骂，治你妈！嫂子半边脸顿时中起老高，不可置信的看向哥哥，你还敢打我？周成，一个死没良心的，等我好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哥哥点开视频，直接对到他脸上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，老子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，你得病了，我甜着脸借了那么多亲戚的钱，你他们怎么报答我的？跟演男人车震，还算计着害死我，当初我就该想到，你能在我面前盘算着怎么弄死圆圆，你早晚有一天也会这样害死我。回旋镖又扎哥哥头上了，嫂子眯着眼睛，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直视，直到他认出来，这是我刚刚拿来的手机，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，都是周圆圆算计的我，不然他怎么会正好录下这个视频？你想想，周圆圆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就是挑拨我俩的关系？好看笑话吗？你别上他的当，绿帽子一戴，哥哥智商顿时也高了。你是说，是周圆圆逼着你和野男人乱搞的？嫂子嘴巴张了又合，想狡辩又不知道怎么胡扯才算合理，最后挣扎了一下，但鹏鹏确实是你的孩子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哥哥冷冷一笑，那我现在就去做亲子鉴定，要不是我的，我当场掐死他。嫂子顿时急了，扯着哥哥的袖子，语气近乎哀求，都是我的错，当时是我糊涂了呀，虽然我肉体出轨了，但我精神还是爱你的呀，就算孩子不是你的，他也叫了你几年的爸爸。周成，你要是爱我，就不应该在意这些小细节。嫂子的这些话轻易的击溃了哥哥最后那点心理防线，我这才看清，哥哥手中握着的是一瓶农药，他眼眶发红，突然发狠掐住嫂子的下巴，那瓶农药咕咚咕咚顺着嫂子的喉咙灌下去，嫂子疯狂摇晃的脑袋，可惜虚弱的她哪能和哥哥的力量抗衡，
不一会，大半瓶农药都被哥哥灌了下去，嫂子身体抽搐了几下，接着大口大口呕着黑水。刚赶到医院的妈妈正好目睹了这一幕，咯一声仰头倒了下去。妈妈接受不了这几句冲击性的一幕，吓中风了。我哥被捕了，嫂子在抢救时抢救了一天一夜，最后还是撒手人寰。对此，我只能说求人的人吧。曾经拿着农药想逼死我的他，最后没死于癌症，反而死于农药。人性有时候或许比农药还毒。亲自鉴定结果出来，鹏鹏确实不是我哥的孩子，而是那个野男人的。最后当然是把他送回了亲爸那里。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那男人已经有了家室，老婆还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。在后妈的照顾下，鹏鹏没有奥特曼玩了，倒是天天吃得上七匹狼。我妈坚持没多久也去世了。至于后事，当然是按照他们生前的愿望，火葬场里烧成灰，然后往河里一撒。看全球的出生率，这家子轮回就得投胎成阿三了。想到这，我用默哀的几秒钟撒完骨灰，沈之又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像哄小孩一样。我想好了，真正的爱情不需要均衡于婚礼，无论贫富贵，此生我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够了。我有些为难，那你妈能答应吗？背后的是妈妈悠悠一句，那我肯定不答应。我吓得猛一回头，只见她将一张卡递到我手里，我负责给你们富贵，你们只要在一起就行了。我刚要说什么，她傲娇的推着我俩走，这张卡没有限额，你们赶紧给我滚出去旅游去，最看不得小年轻希望爱了。